Hello，大家好。这个星期你们过得怎么样呢？昨天早上我起床打开微信批阅奏折的时候呢，我发现了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人死后真的会跟自己所爱的人交流吗？然后我觉得这个题目就非常吸引我，所以呢我就点进去看。那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和灵魂交流的小故事。那在说这些故事之前呢，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理解我刚才说的打开微信批阅奏折是什么意思吗？批阅奏折呢，是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做的事情，是皇帝们的工作。那就是每一天各地的官员都会把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他们想要汇报给皇帝的一些事情，写在奏折里面。那皇帝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要看这些奏折，并且给出回复。那你们知道现在中国人是非常离不开微信的，那大部分人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微信，看朋友们都发了哪些照片，或者发了哪些心情。那就是还会要点赞啊，并且给出评论这样。那我们呢就戏称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跟皇帝批阅奏折是差不多的。那其实这是一种搞笑的比喻。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说到跟死后的人进行灵魂的交流呢，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已经是非常老的电影了，英文名字叫 Ghost。然后我们中文呢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人鬼情未了。我觉得这个中文的翻译的名字呢，更好地表达了这个电影想要述说的故事。那这部电影我其实是非常早以前看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因为意外被枪杀了，然后呢他一直放不下他的妻子。他跟他的妻子感情非常好，所以呢他非常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所以呢他的灵魂并没有去到天堂，而是一直留在人间，一直待在他的妻子的身旁，保护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虽然是没有办法看到她丈夫的灵魂，没有办法触摸到她的丈夫，但是呢，也是时刻可以感受到她丈夫在她身边的那种感觉，时刻可以感受到她丈夫的气息。这部电影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但是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电影虚构出来的。但是我昨天看的那篇文章呢，是写了很多人的一些真实的和他们死去的亲人进行灵魂交流的那些亲身经历。一位美国的临终关怀心理学者叫Sharon Ellis，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然后他自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Grief Diaries: Surviving Loss by Suicide》。在这本书里呢，他就描述了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那他的未婚夫叫 Dennis， 因为 Dennis 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然后在2012年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当时呢Sharon 和 Dennis 的家人一起为 Dennis 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哀悼会。在哀悼会上，他们就一起聆听了 Dennis 生前非常喜欢的一张音乐专辑。然后呢，大家围坐在一起，讲述了 Dennis 从小到大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一些有趣的或者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之后呢，他们在院子里放飞了蓝色的气球，
那蓝色也是 Dennis 生前最喜欢的颜色。3个月后Sharon 在睡梦当中，他就感受到了 Dennis 的气息。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觉得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他真实的温度。然后他在我的耳边说，我收到了那束蓝色的气球了。是不是非常的神奇？他说呢，这个感受是非常的真实，他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他的未婚夫 Dennis 回到他的身边，并且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还有一位女性受访者，她呢在丈夫去世2年以后的一个晚上，突然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呢，她感觉自己清晰地闻到了非常熟悉的古龙水的味道。那古龙水呢，是她的这个味道，这个古龙水的味道就是她丈夫生前一直使用的古龙水的味道。然后呢，在半梦半醒之间，她轻轻地叫出了她丈夫的名字。随后呢，她就感觉到一个温暖的手掌在轻抚她的背，就好像她丈夫在没有去世的时候，每天早晨都用相同的方法抚摸她的背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还有2个网友，他们分享了2个故事，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一个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小的时候，发烧，他的妈妈每一次都会煮鱼汤给他喝。然后呢，他的妈妈在他考大学的那一年车祸去世了。很多年他都没有闻到那个熟悉的鱼汤的味道，直到有一天他感冒发烧，在家里吃过药呢，就躺在床上休息。突然他闻到了那股久违的鱼汤的香味。后来呢，他还做梦，梦到了他的妈妈端着鱼汤坐到了他的床头，然后呢还帮他盖好了被子就走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高烧，他的病神奇的好了。还有一个故事，这个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几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自杀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他都活在我都活在没有拉住他的内疚当中。也就是说，他的朋友自杀，然后他可能没有劝住他的朋友，所以他一直为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内疚。后来的某个早上，半梦半醒之间，感觉手臂被人碰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指的就是他自杀的那个朋友。那个瞬间，我感觉到他传递给我的温暖，是他在那个时候拉了我一把，帮助我释怀了。因为他一直非常内疚，他没有帮助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因此而自杀了。所以呢，很多年之后，他的朋友帮助了他，来告诉他其实不是他的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很多人呢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悲伤过度产生的幻觉，有些人呢甚至会说这可能是他们编造的故事，但有些人呢会认为这是这可能是证明灵魂真正存在的一些证明。我个人呢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吧。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相信人死后会有灵魂呢？欢迎你们在 comments 里面告诉我，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也非常感谢每一个已经订阅我频道，并且每一期都看我视频的人。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